欢迎回到暗史档案，我们专门探索那些被课本跳过、被时间遗忘的故事。今天要说的叫迦太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强大到让罗马睡不着，非把它从地表抹掉的帝国，为什么今天几乎没人记得？罗马人不止打赢了它，他们把整座城烧成灰，把人卖光，传说里还往这片土地撒了盐。3000年前，地中海东岸有座城叫推罗，住在那里的腓尼基人是当时最厉害的水手。他们没有大片土地，就把海荡成路，沿着海岸一个接一个建起港口。其中一座后来长成他们全部的母亲，它的名字在腓尼基话里就叫新城迦太基。传说有位叫狄多的公主从推罗逃出来，渡海来到这片海湾。当地人不愿卖地，只答应给她一张牛皮能盖住的地。狄多没有生气，他把牛皮剪成细长条，接成一圈，圈下了整座山丘，城就从这里开始。那座山丘后来成了迦太基的卫城，而这座城靠的正是狄多那种精打细算。他们最赚钱的生意是一种颜色，从海螺身上一滴一滴取出的紫色染料，这种紫比同重量的黄金还贵。后来罗马皇帝袍子上的紫边用的就是它。钱让迦太基变成地中海的心脏，船从这里把白银、象牙和黄金运往每个海岸。但真正让对手害怕的不是他的钱，是藏在城里的一个秘密港口。那是人工挖出的完美圆形军港，圆心一座小岛，站着海军指挥部。圆圈边上藏着200多个游艇船坞，从海上看根本不知里面藏了多少战船。要打仗时，这些船能在极短时间里一起冲出海口。这种港口全地中海只有它有。守住这一切的是3道城墙，最后处有2层楼宽，墙里还能养象屯兵。这就是迦太基，算得比谁精，富得比谁狠。他说的话，地中海西边300年没人敢不听。他们拜巴利、哈蒙和女神塔尼特，神庙的祭司不只管祈祷，也管着这座城的规矩。他们留下最特别的东西，是一张张烧在陶土上的脸，有的在笑，有的在瞪。他们也吹玻璃珠、雕象牙、打金饰，这些手艺跟着传，卖到整个地中海。可是我们手上关于迦太基的东西太少，因为接下来这场对决几乎毁掉他们的一切。先好好看一眼这张脸，因为说故事的人很快就不会是他们自己了。西元前3世纪，地中海上出现另一个名字罗马，他从一座小城一路打成半岛的主人。一个靠海，一个靠陆，本来井水不犯河水，问题是2个都想要中间那座岛西西里。西元前264年，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，罗马人这才发现他们几乎不会打海战。迦太基海军称霸几百年，罗马连支像样的舰队都没有，换做别人早就认输了。罗马人做了件很罗马的事，捞起一艘搁浅的迦太基战船，拆开仿造了100多艘。他们还加了一块带尖钩的吊桥，海战打不赢就把船钉在一起变成陆战。这招奏效了，打了20多年，迦太基输掉西西里还赔上巨款。第一回合罗马赢了，赔款很重，迦太基喘不过气。一位将军把这笔账牢牢记住，他叫哈米尔卡。传说他带9岁的儿子走到神坛前，要他把手放上去发誓，这辈子永远与罗马为敌。那孩子的名字2000年后还有人记得，汉尼拔。长大后，他把这个事变成罗马最深的噩梦。西元前218年，汉尼拔没走海路，罗马守着海，他决定带大军从陆地绕过去。路线中间横着一整排雪山，阿尔卑斯，没人相信一支带战象的军队能翻过去。他偏偏就翻了，9天爬上最高的隘口，一路风雪、落石、山崩，还有暗处放箭的部落。等他下山，队伍少了一半，战象剩没几头。可是这支残军已站在罗马的家门口。罗马慌了，一支支军队派去赶他，却一次又一次被汉尼拔打得落花流水。西元前216年，坎尼，罗马集结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队，8万多人，要一次解决他。汉尼拔兵力少得多，他做了个大胆安排，中间故意摆弱，引罗马人往里冲。罗马人越推越深，越挤越紧，2亿的迦太基骑兵绕到他们背后，口袋收了起来。那一天，
8万罗马大军几乎被整个吃掉。坎尼会战到今天还被军校当教材。照理说仗打到这里，罗马该投降了，可是他没有。这就是罗马最可怕的地方。他不再正面打，改承托，坚壁清野，断他粮草。汉尼拔赢了每场仗，却赢不了战争。就在汉尼拔困在意大利时，罗马出了个年轻将军，他不救火，反而指导迦太基老家。迦太基只好召回汉尼拔。西元前202年，扎马。这一次，他遇上一个看穿他的对手。罗马人早研究过战象，他们让开通道，放象群冲进空档再解决。汉尼拔第一次尝到败仗。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，迦太基交出战船，付出天价赔款，还答应没罗马点头不准再战。你以为故事到这就完了？奇怪的是，少了军队和舰队的迦太基居然又富了起来。没了打仗这条路，他们把力气全放回做生意。短短几十年，仓库又堆满了。这下换罗马睡不着了，一个打不死还越活越好的对手，比拿刀的敌人更让人不安。罗马有位老元老叫加托，据说他每次演讲不管讲什么，结尾都加同一句话。此外，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摧毁，这句话讲了一遍又一遍，讲进每个罗马人心里。罗马要的已不是打赢，是让迦太基从世界上彻底消失。他们开始等一个借口。借口很快来了，迦太基被邻国一再挑衅，忍不住还击，这一动手就违反了当年的约定。罗马等的就是这一刻。西元前149年，大军渡海而来，第3次布匿战争开始了。罗马起初假装要谈，要迦太基交出人质和武器，迦太基照做了，以为这样能保住城。等武器全交了，罗马才亮出真条件，放弃这座城，搬进内陆。迦太基必须被夷平。一座靠海而生的城，怎么搬进内陆？这等于要他去死。迦太基人决定站到最后一人。一座交光武器的城开始自己造武器，拆屋顶做投石机，熔金试打箭头，女人剪发搓弓弦。罗马人以为几个月就能拿下，结果这座城硬是撑了3年。西元前146年春，城墙终于被攻破，罗马士兵涌进城里。可是真正的地狱现在才开始。城里的人一条接一条街抵抗，从屋顶，从门后，从每个角落，罗马人只能一栋栋打进去。这样的巷战打了整整6天，6天6夜，火一直没有熄过。最后还在顽抗的人退进城里最高的神庙，他们宁可一起烧，也不肯做罗马的俘虏。大火烧了很多天，等烟散去，这座曾住着几十万人的城只剩下焦黑的地基。活下来的大约5万人全被卖为奴隶，一个延续700年的城市就这样从地图上被抹掉。关于这场毁灭，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，罗马人在废墟上撒盐，让土地永远寸草不生。不过你翻当时的史料会发现，撒盐这件事古代的作者一个字都没提过。撒盐这故事目前查到最早的记载是100多年前才写下的，很可能是后人加的。可是他为什么流传这么久？因为他抓住一个真相，罗马要的从来不只是胜利，而是抹除。被烧掉的除了城墙和房子，还有迦太基自己的历史书和说法，几乎一点没留下。结果我们今天认识的迦太基几乎全透过罗马人的笔，敌人怎么写你，你就成了什么。其中最可怕的一项指控发生在城里一个特别的地方，一片露天的墓园，叫托菲特。这里埋着上万个小陶罐，里面是火化过的婴儿骨头，旁边立着一排刻符号的石碑。罗马和希腊作者说，这是迦太基人在献祭自己的孩子，这恶名迦太基背了2000年。这事到今天还在吵，有学者认为是宗教献祭，也有人认为只是夭折孩子的目的是罗马人抹黑。真相是什么？可能永远没答案了，因为能替自己辩解的那一方早就被烧成了灰。罗马赢得太彻底，彻底到这片土地连沉默都不被允许。几十年后，罗马人回来了，这次他们不是来打仗，他们要在迦太基的废墟上盖一座新城，一座罗马的城。新的罗马迦太基后来成了北非最重要的城市之一。
原来那个迦太基被压在了最底下。今天你去突尼西亚，站在迦太基遗址上看到的多半是罗马人的石头，真迦太基只剩地基和文物。那个圆形军港2000年后还在，它缩小了，变浅了，可是那个完美的圆还印在海岸线上。那些烧在陶土上的脸被人从土里挖出，放进博物馆的玻璃柜，隔着2000年还在笑，也在瞪。靠着这些石头和陶片，考古学家一点一点把迦太基自己的样子重新拼了回来。他们发现迦太基不是罗马人笔下那个嗜血的民族，他有精巧工艺、先进农业，还写过农书。有意思的是，那本农书是唯一被罗马人留下的，他们下令翻成拉丁文，因为自己也想学。连一心要毁掉迦太基的罗马都不得不承认，这个对手有值得偷师的地方。至于那位翻越阿尔卑斯的汉尼拔，他的结局也很让人唏嘘。战败后，他逃到东方，一个王国换过一个王国，罗马始终没放过他，一路追杀。最后眼看就要被交出去，他服毒自尽。据说他留了句话，让罗马人别再为一个老人提心吊胆。打赢每场战役的人，最后输给一个永不放弃的国家，而他效忠的城比他还早一步消失在火里。迦太基就是一个被对手写掉的故事，他曾那么强，那么富，却连替自己说话的机会都没留下。我们今天能重新认识他，靠的不是他的敌人，而是那些被火烧剩、被土埋住又被挖出来的碎片。这也许就是历史最公平的地方，火可以烧掉一座城，却烧不掉埋在土里的证据。一座被彻底抹掉的城，2000年后还是靠自己的碎片把名字写了回来。迦太基回来了。这一次说故事的人换成了我们。如果迦太基的故事也让你想起那些被赢家写掉的历史，那就顺手按个赞，也点个订阅。有你的支持，我们才有力气再去挖下一座被遗忘的城。